我叫霍宇浩，是唐门弟子，也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员。昨天我在给伙伴们融合魂灵的时候，突然间，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界的真实存在。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清晰的道路在我脚下延伸，通往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界，超脱生死，不坠轮回。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我慢慢跟你说来。坐在史莱克学院海神阁那充满岁月气息的木椅上，窗外的海神湖波光粼粼，一如我此刻难以平静的心绪。玄老的声音低沉而凝重，回荡在肃穆的阁楼内。日月帝国，那些冰冷魂导器组成的钢铁洪流撕裂明斗山脉的恐怖爆炸，还有那如同死神眼眸般锁定一切的射线。战争的阴云从未如此真切地压在我们头顶。仙令院长和严少哲院长依旧会争执，但严院长眼中那份难以掩饰的愧疚，让激烈的言辞最终化作沉默。我理解他。受潮之后，学院内部的裂痕在无形中被某种更强大的凝聚力弥合了。大家的目标从未如此一致，守护史莱克，守护这片大陆的秩序。魂导师军团，玄老的目光扫过我们，最终落在贝贝师兄身上。唐门的情况，贝贝，你再详细说说。贝贝师兄站起身，他的声音沉稳有力，清晰地勾勒出唐门魂导器的生产蓝图。是的，我们目前的极限，倾尽资源也只能武装一支500人左右的队伍。但这支队伍的理念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让魂师驾驭魂导器，而非培养纯粹的魂导师。这是我提出的想法，在宣子文老师夜以继日的研究下，正一步步变成现实。当贝贝师兄阐述着这个理念，强调魂师配合自身武魂使用定制魂导器能达到的惊人效果时，我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欣慰与自豪。这不再是纸上谈兵，它正在唐门的工坊里，在无数图纸和金属碰撞声中成型。玄老仔细听着，最终他那深邃的目光看向我和贝贝师兄，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名字就叫唐门魂导师团吧。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和贝贝师兄猛地抬头看向玄老。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代号，它意味着玄老将这支未来可能左右战局的凝聚了学院和三国心血的核心力量，其指挥权完全彻底的交给了我们唐门。一股滚烫的热流瞬间冲上我的眼眶，那是被绝对信任的重量压下的激动。贝贝师兄的手在桌下紧握成拳，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和我心中同时升腾起的誓言。这份如山岳般的信任，我们粉身碎骨也绝不能辜负。玄老眼中那份深意，沉甸甸地烙印在我们心头。会议结束，伙伴们陆续离开，忙碌着魂导师团的筹备。玄老却单独叫住了我，宇浩。玄老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更多的却是殷切的期望。前线还需要你回去。我的心猛地一沉，又瞬间被一种使命感和隐隐的兴奋填满。星罗帝国西北集团军，白虎公爵代号，那个我血脉相连却又陌生无比的战场。我明白玄老的意思，我的精神探测共享是穿透日月帝国层层魂导器迷雾的关键眼睛，尤其是在见识过那恐怖的死神射线后，获取他的信息，带回高空探测魂导器样本。这些任务，舍我其谁？玄老，我明白。我深吸一口气，郑重的点头。死神射线虽然可怕，但秋儿赋予我的命运之力，让我能在他发动前有所预感。我会小心的。提到秋儿，心口依旧会泛起一阵酸涩的涟漪，但那份预知危险的能力，是他留给我的珍贵馈赠。玄老欣慰的点点头，接着他话锋一转，眼神中带上了一丝促狭。这次任务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学院新聘请的老师唐武同，他将作为史莱克监察团预备成员跟你同行，他的考核分数由你给出。唐武同这个名字像一块投入心湖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那个站在海神湖边，粉蓝色长发如瀑，容颜与我的冬儿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子，是她。刹那间纷乱的思绪几乎让我窒息。是她吗？真的是冬儿吗？可那份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眼神，那全然陌生的态度，心脏在胸腔里疯狂雷动，期待与恐惧如同两条毒蛇狠狠撕咬着我的神经。期待她是冬儿，哪怕失去了记忆，我也要唤醒她。恐惧他不是，那所有的希望都将化为泡影，甚至比秋的献祭更让我绝望。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艰难地吐出2个字：是。回到唐门议事厅，伙伴们早已齐聚。当我说出要重返前线的任务，并提到玄老指派唐武同同行时，徐三石师兄立刻挤眉弄眼地凑过来。小师弟，怎么样？近距离接触，有啥发现没？那唐武同，他促狭地笑着，眼神里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我苦笑着摇摇头，心中五味杂陈。三师兄，别闹了，现在还不确定。我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转移到任务本身，详细转述了玄老的安排。当说到可以带唐门人手同行时，徐三学师兄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
拍着胸脯表示要带着楠楠姐一起去，还嚷嚷着闷坏了。青子嫣姐和季绝尘这对修炼狂人自然不甘落后，南秋秋和叶古一两位姑娘也眼巴巴的举手，眼神里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最终贝贝师兄开办，由徐三石、江楠楠、金子嫣、季绝尘、南秋秋、叶古一和我一同出发。这支队伍实力不俗，但看着南秋秋和叶古一，我还是隐隐有些担心。战场不是儿戏，更让我惊喜的是伙伴们的修为进度。贝贝师兄、徐三石师兄、江楠楠师姐竟然都达到了70级瓶颈，菜头师兄也已70级，只有潇潇还差一些，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我立刻提议，不如我们先去星斗大森林，请碧姬前辈帮忙，为你们寻找最适合的魂灵融合，这样我们的实力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力量在战争阴云下，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珍贵。再次来到传灵塔总部，尽管主体建筑仍在建造中，但下方2层已投入使用，空气中弥漫着星木和魂力交织的气息。碧姬前辈一如既往的优雅温和，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他欣然应允。很快，他就为我们带来了3只极其特别的魂兽伙伴。传灵殿内，柔和的光元素如同温暖的泉水，流淌在每一个角落。贝贝师兄面前是一匹通体洁白、头生龙形、额嵌菱形金睛的骏马，万年天龙马。它虽然暮气沉沉，但体内那微弱却纯正的光明圣龙血脉，与贝贝师兄的蓝电霸王龙武魂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贝贝师兄走到他面前，没有急于开始，而是温和的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颈部的鬃毛，声音诚挚：天龙马，你好。在我们彼此的血脉深处，都流淌着光明圣龙的气息。或许人类的生命短暂，但我愿意成为你生命的延续，让你在我的力量中重新感受那份属于光明的活力与强大。他的话语如同春风，吹散了天龙马眼中的麻木。当贝贝师兄的手在碧姬前辈的示意下，轻轻放在他那被视为逆鳞的额头晶石上时，天龙马不仅没有抗拒，反而亲昵的蹭了蹭他。那一刻我知道，这是灵魂层面的认可。接下来的融合水到渠成，金色的光芒笼罩下，天龙马的身影渐渐融入贝贝师兄体内。当光芒散去，贝贝师兄身后浮现的不再是蓝电霸王龙，而是一条威严、神圣、鹅生晶晶的光明圣龙。第7魂环3万年级别的黑色魂环熠熠生辉，他的武魂终于完成了最终的蜕变。看着师兄眼中难以抑制的激动与喜悦，我由衷的为他高兴。我知道这份力量将是他寻找和拯救小雅师姐最坚实的倚仗。接下来是江楠楠师姐，她的魂灵伙伴是一条身长10几米、通体粉红的巨蟒3万年胭脂软金蟒。她颈部一道巨大的伤口触目惊心，眼神中充满了对人类的戒备与仇恨。碧姬前辈说，他是被史莱克城一位超级斗罗重创的。当胭脂软金蟒看到楠楠姐走近时，巨大的头颅猛地昂起，獠牙毕露，冰冷的敌意几乎凝成实质。楠楠姐停下脚步，没有丝毫畏惧，她只是轻轻张开双臂，柔声道：你好，我没有恶意，不要紧张。她看着巨蟒眼中的仇恨，眼神清澈而带着深深的歉意。对不起，是我们人类给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我江楠楠在此对天发誓，今生今世绝不再为获取魂环猎杀任何一只魂兽，如违此事，天诛地灭。他的声音斩钉截铁，带着一种洗涤灵魂的纯净力量。这誓言如同惊雷，在寂静的传灵殿内炸响。不仅是我和伙伴们感到震撼，连碧姬前辈已经融入贝贝体内的天龙马和旁边的黄金玳瑁，眼中都流露出深深的动容。魂兽与人类之间血海深仇的坚冰，似乎在这一刻被这真挚而决绝的誓言撬开了一道缝隙。我也发誓，绝不为魂环猎杀魂兽。贝贝师兄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夫唱妇随。楠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要是我敢猎杀魂兽，楠楠就永远离开我。徐三石师兄更是喊出了对他而言最毒的誓言。还有我，我踏前一步，声音坚定，我或与号立誓，永不猎魂，并尽力帮助他人与魂兽和平融合。碧姬前辈的眼圈瞬间红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谢谢你们，这誓言是魂兽与人类关系的一大步。我代表星斗大森林，承诺你们将是永远的尊贵客人。那份跨越种族的感动，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和魂兽的心中。誓言的力量彻底融化了胭脂软金蟒眼中的寒冰。他缓缓低下头，庞大的身躯出乎意料的轻柔的缠绕向楠楠姐，没有攻击，只有一种奇异的接纳。当融合的光辉亮起，胭脂软金蟒竟化为一个巨大的玫瑰色光茧，将楠楠姐包裹其中。这前所未有的景象让我们屏息以待。光茧消散后，楠楠姐不仅获得了第7魂环，那胭脂软金蟒魂灵竟然与她产生了通灵。她不仅能独立显现辅助战斗，
甚至从楠楠姐身上学到了瞬间移动、无敌金身、重力控制这3大神技中的3个。看着胭脂软金蟒那如同红宝石般的眼眸，带着一丝傲气盘旋在楠楠姐身后，我们都为她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振奋。楠楠姐在七怪中个人战力并非最强，但这魂灵带来的生存力和辅助能力提升对她意义非凡。最后轮到徐三石师兄和他的魂灵伙伴，那只直径2米开外，通体灿金，看上去懒洋洋缩在龟壳里的黄金玳瑁。碧姬前辈介绍他时充满了疑惑，这只理应处于青壮年的黄金玳瑁，生命力却离奇的快速流逝。但黄金玳瑁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融合时不希望碧姬前辈在场。碧姬前辈虽然不解，但大度的离开了。融合开始，起初还算顺利，然而当契约的力量深入时，异变陡生，一股庞大到难以想象的近乎粘稠的生命能量，如同决堤的洪流，猛地从黄金玳瑁体内爆发出来。他那金色的龟甲瞬间光芒万丈，体积也开始急剧膨胀。什么情况？许三石师兄怪叫一声，但随即又向我摆手示意没事。我能感觉到这股能量虽然庞大，但并非恶意，反而在冲刷滋养着三师兄的身体。与此同时，我额头上的命运之眼不受控制的开启，生灵守望之刃自行飞出，悬浮在黄金玳瑁上方，如同一个贪婪的漩涡，疯狂地吞噬着那喷涌而出的生命能量。更令我惊讶的是，雪地、冰地、天梦歌，甚至八角玄冰草，都受到这纯粹生命力的吸引，纷纷从我体内显现出来，沐浴在这能量的洪流中，脸上充满了享受。舒服，太舒服了。天梦哥惬意地伸展着身体，冰帝则冷冷地盯着黄金玳瑁，似乎想起了什么。雪地闭目感受着，气息似乎更加凝实灵动。就在我们惊愕于这突如其来的庞大生命能量时，黄金玳瑁一边痛苦地承受着能量流失，一边开始讲述他离奇而悲催的故事。贪婪，都怪我太贪心了。他长叹一声，开始了他的自述。原来他并非2-3万年的普通玳瑁，而是一只10万年的黄金玳瑁王。当初他曾偷偷潜藏在地天囚禁天梦哥的地方下方，汲取天梦哥外溢的生命力。后来他竟胆大包天地潜入兽神地天的生命之湖核心，发现了那充满无尽生命力的泉眼，色眼周围镶嵌着碧绿色的奇异金属，也就是生灵之精。贪念驱使下，他用自己强大的咬合力，硬生生咬下了一块生灵之精，吞入腹中。本以为捡到了天大的便宜，却没想到这金属如同复古之躯，不仅无法带来好处，反而开始疯狂吸收他自身的生命力。为了躲避地天的追查，他只能拼命压制，结果生命力被稀释殆尽，修为暴跌，落得如今油尽灯枯的下场。所以我是占便宜了。徐三石师兄听完，又惊又喜，融合在庞大的生命能量冲刷下顺利完成。当黄金玳瑁那缩小到直径1米、金光璀璨的龟甲烙印在徐三石师兄背后的玄武盾上时，一圈刺目的血红色10万年魂环骤然升起，玄武盾彻底蜕变了，蛇身染金，龟甲上隆起的棱线如同黄金铸造，整面盾牌散发着暗金色的永恒之域气息。黄金玄武盾10万年魂灵，三师兄的气息瞬间暴涨，防御力更是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叮当一声脆响，一块带着齿痕的碧绿色金属从盾牌上掉落在地，总算是出来了。这害死我的东西，你们谁爱要谁要，千万别让碧姬看见。黄金玳瑁如释重负，声音里充满了厌恶。许三石师兄看都没看，直接朝我喊道：小师弟，快，这玩意只有你能用。我犹豫了一下，三师兄的态度很坚决，拿着，这玩意对我没用。玳瑁兄也恨死他了，就当是咱唐门的。我点点头，意念微动，生灵守望之刃瞬间飞下，如同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紧紧贴合在那块生灵之精上。碧光流转间，那块金属竟如同冰雪消融般被生灵守望之刃吞噬殆尽。原本的刻刀形态迅速膨胀变化，最终化为一柄长约7寸、通体碧绿、厚重凝实、散发着浓郁生命气息的短刃。当我用食指和中指夹住这全新的生灵守望之刃的瞬间，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生命力洪流，如同开闸的怒涛，疯狂地涌入我的身体。这股力量不再仅仅是外界的滋养，而是与我自身的魂力、精神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共鸣。它们不再是泾渭分明的河流，而是如同找到了共同的归宿，开始以一种玄奥莫测的方式，完美的交融、共振。嗡！我的视野骤然拔高，仿佛灵魂脱离了躯壳的束缚，传灵殿的穹顶消失了，史莱克城消失了，整个斗罗大陆都在我的感知中缩小。一股无比宏大、
无比深远，仿佛来自世界尽头的呼唤，清晰的在我灵魂深处响起。那呼唤虚无缥缈，却带着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和归属感。我下意识的抬头，目光仿佛穿透了层层空间壁垒，在那无垠的虚空之上，我看到了一片光影交织，云雾缭绕，散发着永恒与神圣光辉的奇异世界。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那感觉无比真实。神界这个词如同惊雷，在我心中炸响，一股难以言喻的狂喜和迷雾瞬间席卷全身。我终于触摸到了伊莱克斯老师毕生追寻、无数极限斗罗梦寐以求的超脱之路，就在眼前。宇浩，雪帝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激动，她化为10几岁少女的模样，第一个冲过来，紧紧拥抱了我一下，眼中泪光闪烁。谢谢你。说完便融入我体内，冰帝紧随其后。他深深看了我一眼，罕见的没有吝啬他的拥抱，甚至在转身时犹豫了一下，也轻轻抱了一下旁边的天梦哥。天梦，谢谢你。然后也融入消失。天梦哥直接泪流满面，不知是感动于冰帝的拥抱，还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最后天梦哥飘到我面前，用力的抱了抱我。宇浩，谢谢你，你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他的声音哽咽，充满了无尽的感慨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八角玄冰草也轻轻晃动着叶片，冰蓝光芒大放，表达着他的喜悦。4大魂灵的激动感染着我，那股来自神界的呼唤也越发清晰。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清晰的道路在我脚下延伸，通往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界，超脱生死，不坠轮回。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雪帝、冰帝、天梦哥他们挣脱魂灵束缚，获得真正新生的唯一希望。这希望之火在那一瞬间熊熊燃烧。然而就在我的精神即将与那股呼唤建立更紧密联系，甚至可能留下一丝永恒印记的关键时刻，一股冰冷、霸道、充满了无尽黑暗与威严的力量，如同早已潜伏在深渊的孽龙，毫无征兆的狂暴的从我体内最深处爆发出来。吼的一声，仿佛来自远古的龙吟在我灵魂深处炸响，漆黑的雾气瞬间弥漫全身，细密的黑色鳞片不受控制的覆盖了我的皮肤，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如同无形的领域，瞬间笼罩了整个传灵殿。伙伴们脸上的喜悦瞬间化为骇然，被这股力量压得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帝天，是兽神帝天留在我身上的禁制，那束缚着我命运的力量，他感受到了我对那更高层次的触碰，他不允许，绝对不允许。那股黑暗力量蛮横到了极点，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毁灭意志，如同最锋利的刀，狠狠斩向那冥冥中与神界的微弱联系。咔嚓一声，仿佛一声只有我能听见的碎裂声在灵魂深处响起。那清晰的呼唤，那惊鸿一瞥的光明世界，如同破碎的镜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感知，所有的明悟，所有的希望狂潮，如同退潮般迅速退去。萦绕在身体周围的磅礴生命力和魂灵共鸣带来的升华感，也如同被强行剥离，迅速跌落回融合前的状态。黑暗的鳞片缓缓退去，恐怖的威压消散，传灵殿内恢复了平静，只有伙伴们惊魂未定的喘息声。我站在原地，身体里还残留着那黑暗力量肆灭后的冰冷与空虚感。宇浩，你没事吧？贝贝师兄第一个冲到我身边，关切地问。刚才那股力量太可怕了。南秋秋脸色发白，唐舞桐站在稍远处，他绝美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极其复杂的神色，不再是单纯的冰冷，而是充满了震惊、疑惑，甚至一丝难以置信。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仿佛要穿透我的皮囊，看清我的灵魂深处。我强行压下心中那如同被剜去一块的巨大失落感，和对帝天那静止的滔天怒火，努力挤出一个平静的微笑，对着伙伴们摇了摇头。我没事，真的没事吗？只有我自己知道，精神之海里此刻是怎样的天翻地覆。雪帝的愤怒如同万载寒冰风暴，帝天，又是他，他竟敢斩断这份希望。冰帝的杀气几乎凝成实质，阻我超脱之路，此仇不共戴天。天梦哥的咆哮充满了不甘和悲愤，就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那是神界的呼唤，是真正的希望。连一向沉默的八角玄冰草都在剧烈摇曳，表达着他的不甘。那份希望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刚刚闪耀就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粗暴的掐灭，刚刚触手可及的未来瞬间又变得遥不可及。这份落差带来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创伤，但我不能倒下，更不能在伙伴们面前流露出脆弱。我看向唐舞桐，他眼中的复杂情绪让我心头微动，但现在不是探究的时候。我看向徐三石师兄，他手握黄金玄武盾，气势雄浑，充满了力量感。我看向江楠楠师姐，
胭脂软筋蟒在他身后若隐若现，通灵的气息让他实力大增。我看向贝贝师兄，光明圣龙的威严让他如同脱胎换骨。伙伴们都在变强，这就是我们面对未来的资本。传灵塔的誓言，魂灵的完美融合，唐门魂导师团的建立，还有那虽然短暂却真实存在过的神界感应，这一切都清晰地指向了一条路，一条充满荆棘但必须走下去的路。日月帝国的铁蹄在步步紧逼，死神射线的威胁如同悬顶之剑，帝天的禁制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锁住了我触碰神界的可能。唐武桐的身份之谜如同一团迷雾，缠绕在我心头，带来甜蜜的期待和锥心的疼痛。前路艰难，险阻重重，但看着身边这些同生共死的伙伴，感受着体内4大魂灵虽然愤怒却更加坚定的意志，回忆着玄老那沉甸甸的信任，还有冬儿，无论他是否记得我，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力量，我需要更强大的力量，为了守护伙伴，为了守护学院和唐门，为了完成伊莱克斯老师架设人类与魂兽桥梁的遗愿，为了打破帝天的枷锁，重新踏上那条通往神界的道路，更为了找回我的冬儿，找回那份失落的温暖。无论唐武桐是谁，我都会用我的真诚去面对。如果他是冬儿，我会穷尽一切唤醒他的记忆；如果不是，我也要帮助他找回自己的路。战争也好，静止也罢，都无法动摇我的信念。我是霍雨浩，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书写最波澜壮阔的篇章。这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路，我会和我的伙伴们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下去，直到黑暗退散，光明重现，直到枷锁破碎，希望重燃，直到我们找回所有失落的珍宝，书写属于我们的真正的传奇。未来的风暴，来吧，我准备好了。本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本频道，下期为你讲述今天我与唐武桐进行武魂融合的故事。点赞过100，立刻更新下一集。